王爷，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有些不知好歹，但是有些话必须说清楚，否则害人害己。有什么话你直说便是了。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我敬佩你的品行和本事，什么都听你的。可是我一直都是拿你当兄弟的。我亦是拿你当兄弟。那没事了。等等，把话说清楚。其实我听说姑母想让咱俩成亲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，我想趁早跟你说明白。但是现在没事了，咱们以后呢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好兄弟，你还是我老大。冷月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到这些话，这些我母亲也没有对我说过。我敬你敢爱敢恨，恣意洒脱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但正如你所说，我也只当你是我兄弟。更何况你我本就是表亲，我从未有过非分之想。我守着朝廷律法规矩过日子，你素来快意江湖，若硬要真把你圈进我三法司，岂不是终日鸡飞狗跳，直到玉石俱焚，两败俱伤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既然话已经说开了，我也有句话要问你。你说。你一向不肯踏足黔州，这次非要跟着我来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就是姑母让我来的呀。你一向不是任人差遣摆布的性子，我猜得出，母亲必是要你为我留意楚楚，以防她对我不利。可这不足以说服你前来，也不足以让你那般舍命救护于她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我就是为了楚楚来的。楚楚？对，为了楚楚。因为她和我一样。谁当我们叽叽喳喳的？王爷，哼，你俩说什么呢？楚楚在停尸房办差，不便让县衙的人过去，你拿些陶土给他送过去，陪他待一会儿，不要让他胡思乱想。好。去门口守着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王爷，派这么大阵仗，知道的以为你是来找我谈事儿，这不知道的，以为你是偷偷宠幸那家姑娘呢。我看几天不罚你，又要上房了是吗？这两天折腾的哪有力气上房啊？哎呀！什么人？你不是刚起床吗？怎么沾了一脚的泥水？谁说我刚起床的？我是起了个大早，去县里面走访了一圈，查了一下钱字铜钱的情况，然后回来睡了个回笼觉，刚眯了一会儿你就来了。我来找你，确实因为一些姑娘家的事。姑娘？谁家姑娘？你跟我说说。许家。许家姑娘？这可不像是姑娘家的东西啊！分明是些女子的首饰和衣物，怎么不是女子的东西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是已婚妇人的东西，不是大姑娘家的东西了。而且看样式，还都是旧款。楚楚，冷姑娘，王爷说您正在这儿办一桩要紧的差事，让我送些陶泥过来。你验尸还用得着这个？不是验尸，是要见见我娘的样子。见你娘？刚才我和王爷一起去开了我娘的棺，这些陶泥就是用来重塑她相貌的。等做好了，就能找到可能认识我娘的人来确认了。难怪王爷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王爷不放心我？哦，不是那个不放心，是王爷担心你一个人在这里会胡思乱想，钻了牛角尖。冷姑娘，
你放心，我答应过王爷，会像对待其他所有死者一样对待我娘。除了复原面貌时该想的事，其他的我都不想。说起来，我以前学医术的时候也留意过，这人头面上的骨头对人的相貌是有影响的，不过胖一点瘦一点对相貌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呀。好在棺里有套我娘的衣裳，是入殓时收整放入的，我看着这些衣裳就能知道她大概的身量了。等我把这些弄好了，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样子了。王爷，这些是哪儿来的？这是楚楚生母的东西。楚楚生母？那个许氏啊？她都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还能……棺材？哎，王爷你太过分了！你查别人身世是一回事，刨别人母亲坟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此事是经过楚楚同意的，发种的时候他也在场。他亲自挖他母亲的坟？他已经验过他母亲的骸骨，现下正在停尸房里尝试复原他母亲的面貌，以为核查他母亲的身份，提供更多线索。这楚楚就算当仵作见惯各式各样的尸体，但是亲自挖他母亲的坟，检验他母亲的骸骨，这换成谁都不容易啊，王爷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要更慎重地核查这其中的每一份线索，才不枉他这番勇气。你对这些女子的东西熟悉些，你仔细看看，可能辨出些什么。王爷想让我辨出什么？我现在说了，恐怕会影响你的判断，你先看了再说。我去停尸房那里看看。好。说起来，我也不记得我娘长什么样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爹娘也都去世了，后来是熹嫔公主照顾我长大的。熹嫔公主？你为什么会跟着王爷的娘呀？你爹娘过世的早，不是还有爷爷吗？我没跟你提过吗？王爷的母亲熹嫔公主是我的表姑母。当年我爹娘出事，家中一团大乱，是姑母将我接入府中照顾我的。你方才说的那个人啊，在我爹娘去世多年以后才回了一趟长安，还是奉诏入京来参拜新君的。我要是等着他回来打点关照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。我就是发发牢骚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尤其别跟王爷还有萧锦离说，他哥俩总想在我跟那个人之间说和，尤其是那个萧锦离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我一准又要挨一通嘘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。冷姑娘，你也别太难过，我觉得你照照镜子就能知道你爹娘的模样了。照镜子？是啊，大家都说长相是天生的，其实不是，长相都是爹娘生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仔细研究过的。人的骨骼相貌不会凭空而来，都是随爹娘的。就比如说，如果夫妻两人没有鼻梁高挺，那他们的孩子就很难是高鼻梁。还有这儿，如果夫妻俩都是单眼皮，那他们的孩子就不可能像我这样。这还挺有意思，我以前还真没有留意过。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娘长什么样子，可是你生得这么好看，一定不止你爹一个人的功劳。楚楚，谢谢你啊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黔州吗？你说过的呀，是熹嫔公主让你来的。我回长安之前啊，就听说过你。起初我以为你接近王爷是别有居心，但是后来在长安见到你之后，我就知道是我冤枉你了。我在江湖上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我一见到你就知道，你和我是一样的人。我是个仵作，和你的出身就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怎么能是一样的人呢？我说的不是出身，是所求。所求？你不远千里去长安，
和我千方百计逃离长安是一样的。